今天呢要去辛特拉一日游，还蛮建议大家，如果说想要去郊区游玩，但发现交通很不方便的时候呢，可以去报当地的团。我是用 Get Your Guide 报了一个一日游的团，从里斯本出发。这个公园最前方的雕像呢，是葡萄牙18世纪的首席部长。那他在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后的重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呢，是欧洲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地震。当时呢，还产生了海啸，几乎摧毁了整个里斯本。现在到里斯本见到的建筑呢，大多是从1755年以后重新建立的。唯一保存比较好的区域呢，就是阿弗拉马这个区域，由于多处地势比较高，所以没有受到海啸的影响。那在葡萄牙呢，如果看到 AL 开头的这些字眼呢，通常都跟摩尔人有关系。关于这个地震的一些更详细的资料呢，在贝伦区地震博物馆里面有记载。有关于这个地震的画作呢，通常会看到火跟水两个元素。火呢，代表的是在教堂里面翻倒的蜡烛，进而引发的火灾。那水呢，就是地震造成的海啸。在往辛特拉的途中呢，我们看到了这个里斯本的第一座大型购物商场，在1985年的时候建好的。前面那座山的地方呢，就是辛特拉了。那辛特拉有自己的 microclimate， 它靠近大西洋，又种植了从世界各地而来的植物。气候呢，跟里斯本市区不大一样，基本上会大概低个10度左右。像我们那天去，就算在里斯本有30几度，但是到了辛特拉，早上还是觉得微凉。那常常看到的状况呢，就像现在看到这个情况，早上跟下午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些云层在辛特拉的附近。中午的时候呢，这些云层会渐渐的散掉。如果整个天气预报是给晴天的话，导游建议要到辛特拉来的话，最好确定是晴空万里的状况，这样在佩纳宫啊之类的地方看到景色才会是最好的。那进到辛特拉之前呢，一定会遇到大塞车，因为它的 highway 是从下来之后呢，会变成只有一个县道才能进到这个小镇里面。进入辛特拉的时候呢，看到的那个雕像就是费迪南2世，葡萄牙的国王，也是他把辛特拉建设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进了刚刚说过的世界各地各种不同的树到辛特拉，它有非常非常高的艺术造诣，也是佩纳宫的建设者。佩纳宫的设计呢，就是他自己亲自设计的。费迪南2世呢，因为政治联姻的关系来到了葡萄牙。他来的时候呢，就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少年，看起来非常的弱鸡感吧，没有办法取信于别人，所以他就想说，他要建设辛特拉，建设佩纳宫来 impress 当地的人们。那他跟我们之前在迪里亚斯特提到的墨西哥皇后 Charlotte 是 cousin 的关系，欧洲的皇室真的是都会有这种血缘关系呢。费迪南2世跟他老婆的这段婚姻呢，是一个先婚后爱的爱情故事。他在建设佩纳宫的时候就想着要把这个宫殿呢送他老婆当礼物，里面的设计呢基本上都会参考他老婆的喜好。那很不幸的是呢，他老婆在生第11个孩子的时候死掉了，所以没有机会住进去这个佩纳宫。那费迪南2世后来呢，在一场歌剧音乐会遇到了一个瑞士的女高音歌手，这位女高音歌手呢就成了他的第2任老婆。那这个女高音歌手呢，据导游的说法是她是有孩子的，这个孩子也不知道父亲是谁。因为各种因素，费迪南的孩子们是不承认他们老爸这段婚姻的，也对佩纳宫没有兴趣，所以就放任他老爸跟他第2任老婆住进佩纳宫里面。直到费迪南的孙子 Carlos 才从这位女高音歌手的手上把佩纳宫拿回来，把这个女高音歌手赶到佩纳宫周围100个足球场计算的花园里面chalet里面。那这个chalet呢，也是费迪南跟他的第2任妻子以瑞士chalet的概念建设一个小别馆。基本上你从佩纳宫的观望台是看不到这个chalet。佩纳宫基本上是作为夏宫使用。Carlos 呢跟他的长子，就是我们在第2集影片提到的那一场刺杀中身亡，由 Carlos 的小儿子继承了王位。在1910年 Carlos 的老婆 Amelia 就是在佩纳宫收到了第一共和国成立的这个消息，然后离开了佩纳宫，所以基本上葡萄牙的君主制可以说是在佩纳宫结束的。
这个门中间的那个钥匙跟城堡门的钥匙是一模一样，等比例制作的。周围的那瓷砖呢是摩尔 style 的。这座城堡还有很多摩尔人的元素及鳄鱼的元素，用鳄鱼来 impress 当地的葡萄牙人。那只鳄鱼的头呢，其实是把阳台上面的水排掉的排水管。红色的部分是旧 monastery 部分，黄色的部分是新盖的。现在在的这一区呢，就是以前1755年里斯本地震之前都有留下来的。那费迪南在1838年把这个地方买下来，重新盖在这个上面。这边是以前就是修士在祷告的地方。看起来很少，原因是因为他们以前其实是坐着睡的，为了消化问题。现在要走完了旧区，那要去新的区。皇后侍女房的隔壁呢，就是皇后的房间。那这间房间呢，也是费迪南二世跟他第二任妻子住的地方。这边有一个小故事，就是据说呢，Amelia 皇后她其实不怎么喜欢男生，她是喜欢女生的。也不知道她的侍女房跟她靠这么近，是不是有什么巧合？这个阳台则是 Amelia 皇后最喜欢的地方。那非常可以理解，因为真的是整个城堡视野最好的地方，可以看整个辛特拉还有周围的花园。那这边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新盖的这一区，它的格局就非常有别于现在修道院上面的那一区。这边有一座 warrior 的雕像，它代表着费迪南二世他们自己在保护这个 palace。这扇门上面这只呢是 Triton， 那它其实是整座城堡的正门。客人呢会从下面坐马车上来到这边停下，有入口可以到刚刚看到的 Great Hall。这扇门上面这些图腾呢代表了4个元素，下面的贝壳处就是水，中间是火，然后最上面是土。那风呢？风其实就是从门里面吹出来的风，这里的风真的是很强。这里以前是他们客人进来的地方。这红色部分，它的建筑的形状跟架构呢，其实是完美的呈现了在1755年因为地震倒掉的那一座修道院的样子。尖尖的地方呢，是一个小小的 chapel， 那里面有一个还蛮有趣的彩绘玻璃，那个彩绘玻璃上面呢，就可以看到它有以前那个 chapel 的样子，然后那个 chapel 上面还会有那整个彩绘玻璃的形状。这边是 Warwick， 哇！最后呢，来聊聊那个刺刺的门，最上面的2根尖尖的柱子呢，是受到贝伦塔的启发。那个刺刺的感觉呢，是受到里斯本那个刺刺屋的启发。拱门周围的那个圆形的，很像炮的东西，是真的是葡萄牙船上的炮球。门旁边2边有2只狮子，那2只狮子分别代表了国王跟皇后，那中间的蛇呢，代表了国王跟皇后的联合。